上期讲到，在白马和延津之战中，颜良和文丑被杀之后，曹操主动撤军官渡，准备在这里迎击袁绍。官渡之战的最后对决由此开始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三维地图讲解之官渡之战。袁绍虽然出战失利，损失了2员大将以及数千士卒，但依然在兵力和粮草上占据着绝对优势。7月，袁绍集结大军进攻杨武，即今天河南省原阳县东南。此时，沮授对袁绍说：“我方兵力虽多，但不及曹军勇猛，可曹军的粮食和物资不如我们充分。如果速战速决，反而对曹军有利，所以我们应该缓慢进攻，消耗曹军。”但拥有绝对优势的袁绍只想和曹操正面对决，因此再一次拒绝了沮授的建议。8月，袁绍的大军连营而进，依靠着沙堆做营寨，东西连绵数十里，开始向官渡进逼。曹操的兵力较弱，而且粮草不足，无法出营与袁军决战，只能分兵坚守，伺机而动。袁绍见曹操固垒而守，便堆土围山，土山上构筑楼橹，让士兵们从土山上向曹营射箭。曹军制作了可以抛石的霹雳车，发射石头击毁了袁军的楼橹。接着，袁军开始挖掘地道，准备从地下偷袭曹营。曹军则在营内挖掘长堑以抗衡，粉碎了袁军的计策。就这样，双方在官渡一直僵持着，难分胜负。可是久战之下，曹操的处境却极为困难。到了9月，曹操的军粮已经快要耗尽了，士卒也非常的疲惫，曹操几乎失去了继续坚守下去的信心。于是他给荀彧写信商议，准备退守许都。荀彧立即给曹操回信说，现在是决定天下大事的关键时刻。当年刘邦和项羽对战鸿沟，双方都不肯先退，因为先退的一方必定会处于被动。你已经以敌方1/10的兵力阻挡住他们半年有余了，敌人的锐气已经枯竭，情势已然明朗，不久就会发生重大的转变，这正是出奇制胜的时机，千万不可作失啊！曹操这才坚定了信心，采纳荀彧的建议，继续坚守待机，同时加强防守。10月，袁绍从河北运来粮草10000余车，派大将淳于琼率领10000余人马沿途护送。到了夜晚，他们在距离袁绍大营40里处的乌巢驻扎。乌巢即今天河南省延津县僧固乡东史固村。这时，沮授建议应该再派1支人马驻扎在乌巢的外侧，形成犄角之势，以防曹军偷袭，但袁绍不听。许攸献计说，曹军集结官渡，后方必定空虚，可以派1支轻骑偷袭许都，这样一来，曹军首尾不能相顾，进而可以取胜。可袁绍不屑一顾地说道，没那个必要，我一定要在此擒获曹操。就在这时，由于许攸的家人犯法，曹操的转机终于来了。许攸字子远，南阳郡人，即今天河南省南阳市人。年轻的时候，他与袁绍和曹操都是好友。袁绍逃往冀州后，他跟随袁绍来到冀州，并成为其谋士。正当他跟随袁绍与曹操交战的时候，他的家人却犯了法，留守邺城的沈佩立即将许攸的妻儿逮捕。许攸知道后大怒，立即背叛袁绍，连夜投奔了曹操。曹操听说许攸前来，高兴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，光着脚跑出去迎接，连连说道：“子远前来，我的大事就可成了。”他请许攸入座后，许攸问道：“曹公的军粮还可以撑多久？”曹操回答说：“足可支持1年。”许攸说：“你还是实话实说吧。”曹操一愣，笑着说：“其实只够支撑半年了。”许攸摇摇头，慢慢地说道：“难道曹公不想打败袁绍吗？为何不给我实话实说呢？”曹操叹息一声说道：“其实我的军粮只剩下本月的分量了，不知子远可有破敌之法。”这时许攸才献计说：“如今曹公你孤军独守，既无援军，亦无粮草，此乃危急存亡之际。现在袁军的粮草存于乌巢，虽然有士兵把守，但防守较弱。只要你派遣轻兵偷袭乌巢，烧毁其粮草，不出3天，袁军必败。”曹操听后大喜。10月的一天夜晚，他留下曹洪等人防守官渡大营，他自己则亲率5000骑兵从小路直奔乌巢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让士兵穿上袁军的衣服，打着袁军的旗帜，袁贤梅、马果提拿着柴草向乌巢进发。
途中遇到袁军，袁军见庄树是自己人，便轻易地放走了。就这样，曹操率军顺利地到达了乌巢，之后围住袁军的辎重，四面放火，顿时间浓烟四起，火光冲天，袁军乱作一团。曹操率军发起猛攻，双方展开了激战。等到天色渐亮的时候，淳于琼终于看清了曹军不过只有几千人，于是他迅速整顿军队，在营外摆开阵势迎敌。曹操再次发起猛攻，淳于琼抵挡不住，只好退守营寨。可曹操仍然奋战不止，他必须速战速决，万一袁绍的援军赶到，后果则不堪设想。当袁绍得知曹操偷袭乌巢后，却并不打算救援乌巢，而是准备围魏救赵，派张合和高览率领重兵，直接去攻打曹操的大营。张合领命后给袁绍建议说，曹军英勇善战，如果不派兵救援，那他们一定会击溃淳于琼，一旦淳于琼失败，将军的大业可就危险了。但郭图却反对说，我军攻打曹操的大营，曹操肯定会回军救援，这样淳于琼的危难不就自动解除了吗？张合反驳说，曹操的营盘坚固，短时间内肯定攻不下来，如果淳于琼等人被俘，军心必然涣散，我们也有可能失败。可最终袁绍没有理会张合的劝阻，而是采纳了郭图的建议，只派遣少量轻骑去救援淳于琼，重兵则由张合和高览率领前去攻打曹操的大营。袁绍增援的轻骑逐渐靠近乌巢后，曹操的属下便建议曹操奋兵抵抗，可曹操却怒喝道，等敌人到背后了再报告。于是曹军的士兵便只能拼死作战，立即大破袁军。最终虽袁进、韩举子、吕威煌、赵睿等将领被杀，淳于琼被割下了鼻子后处死，士卒被斩了1000余人。之后曹操将他们的鼻子割下，连同牛和马的舌头一同送往袁军，袁军的将士们大惊。淳于琼这边是彻底失败了，守将和士兵已经损伤殆尽，粮草也被曹军全部烧毁。再来看张合和高览，他们到达曹营后立即发起攻击，却久攻不下。至此，郭图给袁绍建议的围魏救赵之计彻底落空。为了掩盖自己的失策，郭图就在袁绍面前诬告张合。他对袁绍说，张合得知我军失败后非常高兴，而且还对袁公出言不逊。张合和高览得知消息后，担心袁绍听信谗言怪罪他们，于是立即烧掉攻城器械，准备向曹军投降。当时曹操还在乌巢没有回营，防守曹操大营的是主将曹洪以及谋士荀攸。曹洪担心张合诈降，不敢接受，可荀攸却说，张合因为计策不被袁绍采用，所以才一怒之下前来投奔的，你不必怀疑。于是曹洪便接受了袁军的投降。等曹操回到大营后，得知张合和高览已经投降，非常高兴，立即将张合拜为偏将军，封为都亭侯。随后他立即率军对袁绍发起反攻，袁军全线崩溃，袁绍和儿子袁谭来不及穿戴整齐，仅带着800多名骑兵逃回了河北。至此，经过1年多的对峙，曹操以3、4万的兵力击败了袁绍的12万大军，曹军大获全胜。他以其非凡的才智和勇气，写下了军事生涯最为辉煌的一页。此战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、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。袁军被斩首7万余级，袁绍的所有辎重和珍宝尽归曹操。沮授被曹操活捉，曹操因为非常赏识沮授，就赦免并厚待于他。可沮授不肯投降曹操，一直想返回邺城，最终被曹操杀害。曹操在清点袁绍书信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部下很多都勾结袁绍。曹操将这些信件全部烧毁，并且说道，袁绍强大的时候，连我都不能自保，何况众人呢？袁绍逃回河北后，后悔不用田丰之言，可庞纪却继续诋毁田丰，最终田丰被袁绍杀害。之后冀州发生叛乱，袁绍只能率军平定，从此实力大减，再也不是曹操的对手了。而曹操击败袁绍后，则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，北方再也无人能和曹操抗衡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